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据媒体报道，中国香港居民的寿命以微弱优势击败了日本、意大利的居民。香港男性平均寿命达 81.3 岁，女性寿命更长，达 87.3 岁。我们不妨对比一下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，全球人均寿命 71.4 岁，中国人均寿命 76.1 岁。那么香港已经远远超出全国人均寿命，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？香港中文大学老年医学教授郭志瑞表示，过去几十年香港已迎头赶上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，在香港到处都能看到摩天大楼，拥挤的街道上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想去哪里坐地铁都不会超过30分钟。这就是生活在香港的700万居民的生活。报告称，在香港300多座摩天大楼之间布满了利用率高级服务、良好的城市公园、高质量的医院，以及提供当地美食的餐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餐厅的美食相当健康，仅仅距离城市几英里处就有高山和海滩，人们可以徒步旅行、游泳和冲浪。这里居住着健康的世界上预计寿命最高的人群。香港人长寿的先天优势。郭志瑞的研究团队将全球老龄生活指数的指标与其他因素相结合，揭示了帮助种群存活时间更长的因素。报道称，首先是环境。郭志瑞的研究显示，香港在有利环境方面排名第一。他说，这或许能解释我们的寿命街道非常安全，居民很容易就能搭乘公共交通工具，使用健康食品和使用公共设施，过街天桥与电梯，让居民更愿意选择步行路线。同时，出租车和公共交通相对来说很便宜，这是开车对居民的诱惑降到最小化。在香港，乘坐清洁的有空调的地铁起步价60美分。郭志瑞还说，我们比大多数城市拥有更多绿色，在许多绿地上通常能看见一群老人在清晨打太极或练气功，随后一起吃饭聊天。另外他还说，任何人都可以去医院。他补充道，香港建立了普遍的医疗保险，但初级卫生保健并不普及。他说，负面情况是人们经常需要去比较远的急诊室，然而老年人通常不需要支付初级卫生保健的费用，并可以获得优先权。香港的地理位置优越，亚热带气候也对长寿有一定的作用。他说，这里不太热也不会太冷，让生活变得更轻松更舒心。报道称，然而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认为，世界上其他一些以健康老年人群体著称的地方，环境与香港不同，有的地方凉爽，有的地方炎热。他认为这个因素对长寿的影响较小。日本的气候与香港截然不同，新加坡与日本的气候截然不同。梁卓伟说，我们是亚热带气候，新加坡是热带气候，日本是温带气候。这个因素可能有一定的作用，但不是主要因素。郭志瑞表示，另一个地理位置带来的好处是，香港可以获得优质的食品。他认为，香港作为通往中国内地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海陆通道，这使其更容易获得新鲜的鱼类、水果和蔬菜。他表示，我们研究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，它与地中海是饮食非常类似，食品通常包括鱼、水果、蔬菜、大米，
坚果、油和碎肉。不过比尔德提出质疑称，不管是在香港、地中海还是在日本，当强调饮食的因素时，必须注意到人们一直都是这样吃的。那么他们为什么现在寿命变长呢？他问道。也有可能是压力减轻了。报道称，亚洲文化中家族关系亲密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郭志瑞说，老年人往往有很多孩子。他也提到，随着家庭规模缩小，下一代老年人的生活可能会发生变化。不过比尔德认为，亚洲人讲究的是孝道，即尊重父母长辈和祖先的美德。对于年长的人来说，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，都是至关重要的。他说，老年人得到真正尊重，更年轻的家庭成员通常比较注重确保家庭老年的福利。专家们也指出，一个城市在预期寿命方面的排名，并不意味着这里没有改善的余地，情况恰恰相反。郭志瑞说，精神健康不是医疗服务的优先选项，人们常常等上几年才能转诊到专家。梁卓伟也表示，我们还应该做很多工作，确保这些人健康快乐的生活。2. 香港长寿的7大秘诀。香港已经远远超出全国人均寿命，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？除了香港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，居民也都有比较全面的体检保健意识以外，还真有讲长寿秘诀。秘诀1，早餐一个七谷面包。营养学家总提倡食物多样性，每天要吃够25到30种食物，而香港人爱吃七谷面包，早餐吃一个就占了7种。所谓七谷就是小麦粉、黑麦、大麦、玉米、燕麦、黄豆和小米。虽说都是七谷，但各家的配料往往都大不一样，有的会放芝麻、核桃或花生。美国曾有研究称，每天早餐2片全麦面包能帮助减肥、缓解便秘、预防糖尿病、动脉粥样硬化、甚至癌症。香港人发明了七谷面包，营养比全麦面包更丰富。其实多吃谷物的好处大家都知道，即便吃不到七谷面包，挑一些3谷、4谷的粗粮面包也是可以的。关键是它们比你常吃的白面包、奶油吐司要健康很多倍。秘诀2，爱喝茶。爱喝茶，香港人都喜欢喝早茶，但大多数上班族只能等到周末休息的时候，才有时间跟家人或朋友去茶楼。聪明的商家于是发明了茶叶饼干。早餐时来几片茶叶饼干，既弥补了对早茶的思念，又能填饱肚子，真是两全其美。茶中有多酚类物质和具有抗氧化作用的儿茶素，常喝有助于抗衰老，还能起到减肥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。我们自己在家做菜做点心，也可以撒点茶叶或茶粉。秘诀3，饮食多蒸煮，少盐无味精。内地人都喜欢炒菜，甚至油炸等烹调方式，而在香港经常是用水蒸煮，再稍放些盐，这样可以使食物的营养尽量被保留。香港人还喜欢吃海鲜，也都爱清蒸做法。香港人吃云吞面时，也会配上一小盘腐乳菠菜，用腐乳代替盐等调味料拌菠菜，也很科学。一来保证了咸度，二来吃腐乳对心脏也有好处。香港人家里做饭很少用味精、味素等调味品。秘诀4，重视吃水果。因为科学研究的证据显示，进食适量的水果和蔬菜能减低患上心脏病、中风和某些癌症等慢性疾病的机会。香港卫生署建议市民养成每天进食2份或以上水果的习惯。
以降低患上慢性疾病的机会。6岁以下儿童水果进食量可减半，一份水果约为半个中等大小的苹果。秘诀5：越老越忙越长寿。有港媒指出，越老越忙可能也是香港人长寿秘诀。在香港，退休的人还要反过来上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香港没有退休保障制度。香港本地有句话叫手停嘴停，只有公务员退休有退休金，很多人退休了就手停嘴停，意思是假如我60岁退休了，我马上就没有收入了，我嘴就要解约了。这就迫使很多人60岁退休以后重新开始工作。你会在香港看到很多的士司机60、70岁还在开车，但人活到老，工作到老，这也是香港长寿的第一个原因。我们知道很多人退休前还很精神，退休后无所事事，身体反而垮了。李嘉诚老爷子88岁了还上班，说随时可以退休，但还没有退下来的时间表。香港大亨邵逸夫活了107岁，生前曾说，我最大的乐趣是工作，只有保持工作才能长寿。在90岁以前，他还每天坚持上班。秘诀6：运动氛围好，不管爱不爱运动。香港确实给爱运动的人提供了很好的环境。香港有很多海岛和远足径，一到周末，无论男女老少，都会和家人朋友去浅水湾晒日光浴，去渔村钓鱼，去爬狮子山。在香港的吐露港边，总能看到一波又一波骑单车的人，晚上10点多，也能遇到一些身穿骑行服、戴着头盔的专业骑车人飞驰而过。香港很多酒店里有提示运动的卡片，比如有一家酒店的卡片，上面写着保持身心舒泰，从缓跑开始几个大字，而在卡片下端则用小字写着，我们已为阁下悉心设计了缓跑路线图，让你能于绿荫怀抱的自然美景中享受缓跑乐趣。秘诀7：香港人越热越喝汤。香港的夏天天气酷热潮湿，极容易让人疲倦心烦。喝汤不仅开胃，而且还能提神。夏季桑拿天，人都像见了蒸锅一样难受。对付这种天气，香港人的做法是煲这种汤来喝，用1到2个苦瓜，放2钱生甘草，2碗清水，然后煮到剩1碗，吃瓜喝汤。想吃肉就来到莲藕排骨汤，解暑清热。夏季小孩容易有内热，表现为喉咙痛、上火，喝芹菜清肺热汤效果特别好。因为夏天湿热总是一起出现，所以清热的同时必须祛湿。芹菜有清内热、去火的功效，薏仁则利湿。把5钱生薏仁煲汤，倒入先榨好的半斤芹菜汁，一起煮开即可。还有一道荷叶马蹄汤适合小孩，化湿清热，除痰通小便。用1张带梗的鲜荷叶或干的莲梗荷叶，6个马蹄，4碗水煎汤，加点冰糖，煮好之后当茶喝。这些招都挺管用，喝上1个夏天，虽然工作压力重，可也不会因为暑热病倒。夏天不妨也试试，让苦下10节的工作更放松。除了香港以外，我们还可以学习哪些长寿区的饮食方式？1. 日本长野，日本人平均寿命也是比较高的，尤其是日本本州岛中部的长野县是非常有名，长寿之乡。长野县本身就是少有的农业县，本身蔬菜水果就比较丰富，可以吃到大量的新鲜果蔬，尤其是蔬菜。每位长野县居民每天摄入量最少能够达到379克，居日本第一。
而且长野人都吃得很清淡。政府向民众推广戒烟等健康的生活习惯。2. 意大利沙丁岛。意大利沙丁岛是全世界有名的长寿地区，不仅长寿，而且冠心病、癌症等疾病的发病率也明显低于其他地区。首先，沙丁岛居民基本上是以地中海饮食为主，这种饮食方式以蔬菜、水果、鱼类、五谷杂粮、豆类和橄榄油为主，配比是很健康的。而且红酒在沙丁岛居民的生活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葡萄酒当中含有花青素等物质，可以抗氧化，对心脏健康有好处，能够预防衰老。香港人的平均寿命全世界第一，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。之所以这么长寿，和饮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，这是大家可以去借鉴的。可以根据香港人的饮食模式，适当的调整自己的饮食。世界上有许多长寿区，长寿区的居民饮食都非常的健康，这足以证明健康饮食对寿命的积极影响。总结来说，香港人均寿命高，会有很多可学习的点。如果你能参考学习起来，可能你也会离长寿比较近。想要寿命长一些，自身做出的努力是必要的前提条件，别可不放在心上。喊口号，谁都能够付诸行动的，最终才有机会实现自己想要的目标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